追求理想者面前的两条路。今年，但是先生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也许我的确可以通过他者贡献喜欢上自己，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，或者体会到自己并非是无价值的存在。但是仅凭这一点，人就会幸福吗？既然来到这个世上，如果不成就一番名垂后世的大事业，或者不证明我是独一无二的我的话，那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先生把一切都归于人际关系之中，根本不想提及自我实现时的幸福。如果让我说的话，这就是一种逃避。这人的确如此。我有一点不太明白，你所说的自我实现时的幸福具体是指什么呢？青年，这要因人而异。既有希望获得社会性成功的人，也有人拥有各家个人性的目标，比如想要开发出针对难治之症的特效药的研究者，还有想要留下满意作品的艺术家。那你呢，青年？我还不太清楚自己在寻找什么，以及将来想要干什么，但是我知道必须得做些事情。也不可以一直在大学图书馆里工作。只有在找到值得自己毕生追逐的梦想，并能够达成自我实现的时候，我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幸福。实际上，我的父亲就一直埋头于工作，我也不知道这对他而言是不是幸福，但至少在我的眼里，整天忙于工作的父亲并不幸福。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。这人明白了。关于这一点，也许以陷入问题行为的孩子为例进行考虑会更容易理解。青年，问题行为这人是的。首先，我们人类都具有优越性追求这种普遍性的欲求，这一点我以前也说过吧。青年，是的。简单说就是指希望进步或者追求理想状态吧。这人，并且大多数孩子在最初的阶段都是希望特别优秀。具体说就是听从父母的教导，行为中规中矩，并竭尽全力的去学习、运动和掌握技能。他们想要通过这样做来获得父母的认可，但是希望特别优秀的愿望无法实现的时候，例如学习或运动进展不顺利的时候，就会转而希望特别差劲。青年，为什么？责任。无论是希望特别优秀还是希望特别差劲，其目的都一样，引起他人的关注，脱离普通状态，成为特别的存在，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青年，好吧，请您继续说。责任。本来无论是学习还是运动，为了取得某些成果就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，但是希望特别差劲的孩子，也就是陷入问题行为的孩子，却可以在不付出这种健全努力的情况下，也获得他人的关注。阿德勒心理学称之为廉价的优越性追求。例如，有些问题儿童在上课的时候，通过扔橡皮或者是大声说话来妨碍上课。如此一来，肯定会引起同学或老师的注意，此刻其就可以成为特别的存在。但这是廉价的优越性追求，是一种不健全的态度。青年，也就是说，陷入不良行为的孩子也属于廉价的优越性追求。是这样的，所有的问题行为，例如逃学或者割腕，以及未成年人饮酒或吸烟等，一切都是廉价的优越性追求。你刚开始提到的那位闭门不出的朋友也是一样。孩子陷入问题行为的时候，父母或周围的大人们会加以训斥。被训斥这件事对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力，但是即使是以被训斥这样一种形式，孩子也还是希望得到父母的关注。无论什么形式都可以，就是想成为特别的存在。无论怎么被训斥，孩子都不停止问题行为，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今年，您是说正因为父母训斥，他们才不停止问题行为？这人正是。因为父母或大人们通过训斥这种行为给予了他们关注。青年，但先生以前关于问题行为也说过报复父母这个目的吧？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人是的。
复仇和廉价的优越性追求很容易联系起来，这就是在让对方烦恼的同时还想成为特别的存在。甘于平凡的勇气，青年，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特别优秀吧？人都有擅长的和不擅长的，都有差异。这个世上的天才毕竟只是少数，也不可能谁都成为优等生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失败者都只能特别差劲了，真是的。正如苏格拉底的悖论，没有一个人想要作恶。对于陷入问题行为的孩子来说，就连暴行或盗窃也是一种善的存在。今天太荒谬了，这岂不是没有出口的理论吗？这就需要说到阿德勒心理学非常重视的甘于平凡的勇气。青年，甘于平凡的勇气，为什么非要特别呢？这是因为无法接受普通的自己，所以在特别优秀的梦想受挫之后，便非常极端的转为特别差劲。但是普通和平凡真的不好吗？有什么不好呢？实际上谁都是普通人，没有必要纠结于这一点。青年先生是要我甘于普通，自我接纳就是其中的重要一步。如果你能够拥有甘于平凡的勇气，那么对世界的看法也会截然不同。青年，但是拒绝普通的你，也许是把普通理解成了无能吧。普通并不等于无能，我们根本没必要特意炫耀自己的优越性。青年不，我承认追求特别优秀有一定的危险性，但是真的有必要选择普通吗？平平凡凡的度过一生，不留下任何痕迹，也不被任何人记住。即使这样庸庸碌碌的度过一生，也必须要做到自我满足吗？我可以非常认真的说，这样的人生我现在就可以舍弃。你是无论如何都想要特别吧？青年，不对。先生所说的甘于普通，其实就是肯定懒惰的自己，认为自己反正就是这样了。我坚决否定这种懒惰的生活方式。例如拿破仑或者亚历山大大帝，还有爱因斯坦或马丁路德金，以及先生非常喜欢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。您认为他们也甘于平凡吗？绝不可能。他们肯定是怀着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在生活吧。按照先生的道理来讲，一个拿破仑也不会产生。你是在扼杀天才责任。你是说人生需要远大的目标？青年，那是当然。甘于平凡的勇气，这是多么可怕的语言！阿德勒还有这个哲人，难道要我选择那样的道路吗？难道要和大多数人一样过完庸庸碌碌的一生吗？当然，我并不是天才，也许我只能选择普通，也许我只能接受平庸的我，置身于平庸的日常生活，但是我要奋斗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要和这个男人争论到最后。也许我们的辩论现在已经接近核心，青年的心跳越来越快，紧紧握着的手心在这个季节里竟有汗水渗出。人生是一连串的刹那，这人明白了。你所说的远大目标，就好比登山时以山顶为目标。青年是的，就是这样，人人都会以山顶为目标吧？但是假如人生是为了到达山顶的登山，那么人生的大半时光就都是在路上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人生始于登上山顶的时候，那之前的路程都是临时的我走过的临时的人生经验，可以这么说。现在的我正是在路上的人，那么，假如你没能到达山顶的话，你的人生会如何呢？有时候会因为事故或疾病而无法到达山顶。登山活动本身也很有可能以失败告终。在路上，临时的我还有临时的人生，人生就此中断。这种情况下的人生又是什么呢？青年，那是自作自受。我没有能力，没有足以登上山顶的体力，没有好的运气，没有足够的实力，仅此而已。是的，我也做好了接受这种现实的准备。阿德勒心理学的立场与此不同。把人生当作登山的人，其实是把自己的人生看成了一条线。自降生人世那一瞬间便已经开始的线，画着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曲线到达顶点，最终迎来死这一终点。
但是这种把人生理解为故事的想法与弗洛伊德式的原因论紧密相关，而且会把人生的大半时光当作在路上。青年，那么您认为人生是什么样的呢？哲人，请不要把人生理解为一条线，而要理解成点的连续。如果拿放大镜去看用粉笔画的实线，你会发现原本以为的线其实也是一些连续的小点。看似像线一样的人生其实也是点的连续，也就是说人生是连续的刹那。今天连续的刹那，这也是的，是现在这一刹那的连续，我们只能活在此时此刻。我们的人生只存在于刹那之中。不了解这一点的大人们总是想要强迫年轻人过线一样的人生。在他们看来，上好大学、进好企业、拥有稳定的家庭，这样的轨道才是幸福的人生。但是人生不可能是一条线。青年，您是说没必要进行人生规划或者职业规划？哲人，如果人生是一条线，那么人生规划就有可能。但是我们的人生只是点的连续，计划式的人生不是有没有必要，而是根本不可能。青年，哎呀，太无聊了，多么愚蠢的想法！舞动人生，哲人，哪里有问题呢？青年，你的主张不仅否定了人生的计划性，甚至还否定了努力。例如，自幼便梦想着成为小提琴手而拼命练习的人，最终进入了梦寐以求的乐团；或者是拼命学习通过司法考试的人，最终成了律师。这些都是没有目标和计划的人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人生。哲人，也就是他们以山顶为目标，默默前行。青年，当然，哲人，果真如此吗？也许是这些人在人生的每一个瞬间都活在此时此刻吧。也就是说，不是活在路上的人生之中，而是时常活在此时此刻。例如，梦想着成为小提琴手的人，也许总是只看见眼前的乐曲，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一首曲子、这一个小节、这一个音上面。青年，这样能够实现目标吗？哲人，请你这样想。人生就像是在每一个瞬间不停旋转起舞的连续的刹那，并且默然四顾，时常会惊觉，常会惊觉，已经来到这里了吗？在跳着小提琴之舞的人中，可能有人成了专业小提琴手；在跳着司法考试之舞的人中，也许有人成为律师，或许还有人跳着写作之舞成了作家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。但是，所有的人生都不是终结在路上。只是要跳着舞的此时此刻充实就已经足够。青年，只要做好当下就可以。真是的，在舞蹈中，跳舞本身就是目的，最终会跳到哪里，谁都不知道。当然，作为跳的结果，最终会到达某个地方。因为一直在跳动，所以不会停在原地，但是并不存在目的地。青年，怎么能有不存在目的地的人生呢？谁会承认这种游移不定、随风飘摇的人生呢？哲人，你所说的想要到达目的地的人生可以称为潜在性的人生，与此相对，我所说的像跳舞一样的人生则可以称为现实性的人生。青年，潜在性和现实性，哲人，我们可以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明，一般性的运动，我们把这叫做移动，有起点和终点。从起点到终点的运动最好是尽可能的高效而快速。如果能够搭乘特快列车的话，那就没有必要乘坐各站都停的普通列车。这青年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了想要成为律师这个目的地，那就最好是尽快的到达。这是的，并且到达目的地之前的路程，在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个意义上来讲并不完整，这就是潜在性的人生。青年，也就是半道，这是这样。另一方面，现实性运动是一种当下做了，当下即完成的运动。青年，当下做了，当下即完成，这人。用别的话说，也可以理解为把过程本身也看作结果的运动。跳舞是如此，旅行等本身也是如此。青年啊，我有些乱了，旅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责任，旅行的目的是什么？例如你要去埃及旅行，
这时候你会想尽早尽快的到达胡夫金字塔，然后再以最短的距离返回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不能称为旅行。跨出家门的那一瞬间，旅行已经开始，朝着目的地出发，途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旅行。当然，即使因为某些事情而没能够到达金字塔，那也并非没有旅行。这就是现实性的人生。青年，哎呀，我还是不明白呀。您刚才否定了以山顶为目标的价值观吧？那如果把这种现实性的人生比喻为登山，又会如何呢？责任。如果登山的目的是登上山顶，那它就是潜在性的行为。说的极端点，乘坐电梯登上山顶，逗留5分钟，然后再乘电梯回来也可以。当然，如果没能到达山顶的话，其登山活动就等于失败。但是，如果登山的目的不是登顶，而是登山本身，那就可以说是现实性的活动。最终能不能登上山顶都没有关系。青年，这种论调根本不成立，先生，你完全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。在你于世人面前丢脸之前，让我先来揭穿你吧。这人，哦，那太好了。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。今年，先生在否定原因论的时候，也否定了关注过去。您说过去并不存在，过去没有意义，这一点我同意。过去的确无法改变，能改变的只有未来。但是，现在通过说明现实性生活方式，又否定了计划性，也就是否定了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变未来。您既否定向后看，同时也否定朝前看，这简直就是说要在没路的地方盲目前行呀。哲人，你是说既看不见后面，也看不到前面？青年，看不见。哲人，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？究竟哪里有问题呢？青年，您说什么？哲人，请你想象一下自己站在剧场舞台上的样子。此时如果整个会场都开着灯，那就可以看到观众席的最里边。但是如果强烈的聚光灯打向自己，那就连最前排的也看不见。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。正因为把模糊而微弱的光打向人生整体，所以才能够看到过去和未来。不是感觉能够看得到，但是如果把强烈的聚光灯对准此时此刻，那就会既看不到过去，也看不到未来。青年，强烈的聚光灯，这人是的，我们应该更加认真地过好此时此刻。如果感觉能够看得到过去，也能预测到未来，那就证明你没有认真地活在此时此刻，而是生活在模糊而微弱的光中。人生是连续的刹那，根本不存在过去和未来。你是想要通过关注过去或未来为自己寻找免罪符？过去发生了什么与你的此时此刻没有任何关系，未来会如何也不是此时此刻要考虑的问题。假如认真的活在此时此刻，那就根本不会说出那样的话。青年，但是这人如果站在弗洛伊德是原因论的立场上，那就会把人生理解为一个基于因果律的一个长故事。何时何地出生，度过了什么样的童年时代，从什么样的学校毕业，进了什么样的公司，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。的确，把人生当作故事是很有趣的事情，但是在故事的前面部分就能看到模糊的将来，并且人们还会想要按照这个故事去生活。我的人生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只能照此生活。错不在我，而在于过去和环境。这里搬出来的过去无非是一种免罪符，是人生的谎言。但是
人生是点的连续，是连续的刹那。如果能够理解这一点，那就不再需要故事。青年，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阿德勒所说的生活方式不也是一种故事吗？哲人，生活方式说的是此时此刻，是可以按照自己意志改变的事情。像直线一样的过去的生活，只不过是在你反复下定决心不做改变的基础上，才貌似成了直线而已。并且将来的人生也完全是一张白纸，并未铺好行进的轨道，这里没有故事。青年，但是这是一种逍遥主义，不应该说是更加恶劣的享乐主义。这人不聚焦此时此刻，是认真而谨慎的做好现在能做的事情。人生最大的谎言。青年，认真而谨慎的生活责任，例如虽然想上大学，但却不想学习，这就是没有认真过好此时此刻的态度。当然，考试也许是很久以后的事情，也不知道该学到什么程度，所以也许会感到麻烦，但是每天进步一点点也可以，解开一个算式或者记住一个单词都可以，也就是要不停的跳舞，如此一来势必会有今天能够做到的事情，今天这一天就为此存在，而不是为遥远的将来的考试而存在。又或者你父亲也是在认真的做好每一天的工作，与远大目标或者那种目标的实现没有关系，只是认真的过好此时此刻。假若如此，你父亲的人生应该是很幸福的。青年，您是对我说应该肯定那种生活方式，认可父亲那种整日忙于工作的姿态？哲人，没有必要勉强去认可，只是不要用线的形式去看其到达了哪里，而是应该去关注其如何度过这一刹那。青年，关注刹那。哲人，你自己的人生也同样，为遥远的将来设定一个目标，并认为现在是其准备阶段，一直想着真正想做的是这样的事情，等时机到了就去做，是一种拖延人生的生活方式。只要在拖延人生，我们就会无所进展，只能每天过着枯燥乏味的单调生活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人就会认为此时此刻只是准备阶段和忍耐阶段。但是，为了遥远将来的考试而努力学习的此时此刻却是真实的存在。青年，是的，我承认，认真过好此时此刻，不去设定根本不存在的线，这些我的确认同，我的确认同，sorry。但是先生，我找不到理想和目标，就连应该跳什么舞都不知道。我的此时此刻只有一些毫无用处的刹那，这没有目标也无妨。认真过好此时此刻，这本身就是跳舞。不要把人生弄得太深刻，请不要把认真和深刻混为一谈。青年，认真但不深刻，这人是的，人生很简单，并不是什么深刻的事情。如果认真过好了每一个刹那，就没有什么必要令其过于深刻。并且还要记住一点，站在现实性角度的时候，人生总是处于完结状态。青年，完结状态，责任。你还有我，即使生命终结于此时此刻，那也并不足以成为不幸。无论是20岁终结的人生，还是90岁终结的人生，全都是完结的幸福的人生。青年，你是说，假如我认真过好了此时此刻，那每一个刹那就都是一种完结？责任，正是如此。前面我说过好几次"人生谎言"这个词，最后我还要说一下人生中最大的谎言。青年，洗耳恭听。责任，人生中最大的谎言就是不活在此时此刻，纠结过去，关注未来，把微弱而模糊的光打向人生整体，自认为看到了些什么。你之前就一直忽略此时此刻，只关注根本不存在的过去和未来，对自己的人生和无可替代的刹那撒了一个大大的谎言。青年啊，这人来吧，甩开人生的谎言，毫不畏惧的把强烈的聚光灯打向此时此刻，你一定能做到。青年，我能做到吗？不依赖人生谎言，认真过好每一个刹那。您认为我有这种勇气吗？责任，因为过去和未来根本不存在，所以才要谈现在。起决定作用的既不是昨天，也不是明天，而是此时此刻。
人生的意义由你自己决定。今天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讨论已经到达了水边，是否喝水就看你的决心了。今天阿德勒心理学还有先生的哲学，也许的确想要改变我也许会放弃不做改变的决心，选择新的生活方式。但是最后，请允许我再问一个问题：责任是什么？今年，当人生是连续刹那的时候，当人生只存在于此时此刻的时候，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？我是为了什么出生，经受满是苦难的生命，最后迎来死亡的呢？我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。责任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人为了什么而活？当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阿德勒的回答是，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人生意义。今年人生没有意义。责任，例如战祸或天灾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合理的事情，我们也不可能在被卷入战祸而丧命的孩子们面前谈什么人生意义。也就是说，人生并不存在可以作为常识来讲的意义。但是，如果面对这种不合理的悲剧而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，那就等于是在肯定已经发生的悲剧。无论发生何种状况，我们都必须采取一些行动，必须对抗康德所说的倾向性青年。是的，责任。那么，假如遭受到了重大天灾，按照原因论的角度去回顾过去，以及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这又有多大意义呢？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才更要向前看，更应该思考今后能够做些什么。青年的确如此，所以阿德勒在说了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人生意义之后，还说，人生意义是自己赋予自己的。青年，自己赋予自己什么意思？年轻时，我祖父的脸部曾受到了重创，这实在是不合理、非人道的灾难。当然，也可能有人会因此而选择世界太残酷，或者人们都是我的敌人之类的生活方式。但是，我相信祖父一定是选择了人们都是我的伙伴，世界非常美妙这样的生活方式。阿德勒所说的人生的意义是由你自己赋予自己的，就正是这个意思。人生没有普遍性的意义，但是你可以赋予这样的人生以意义，而能够赋予你人生以意义的只有你自己。青年，那么请您教教我怎样才能给自己无意义的人生赋予应有的意义？我还没有那样的自信。责任，你对自己的人生感到茫然，为什么茫然呢？那是因为你想要选择自由，也就是想要选择不去招人讨厌，不为他人而活，只为自己而活的道路。青年，是的，我想要选择幸福，选择自由。责任，人想要选择自由的时候，当然就有可能会迷路。所以，作为自由人生的重大指针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了引导之心。青年，引导之心。责任，就像旅人要依靠北极星旅行一样，我们的人生也需要引导之心。这是阿德勒心理学的重要观点。这一巨大理想就是，只要不迷失这个指针就可以，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就可以获得幸福。青年，那颗心就是什么呢？责任，他者贡献。青年，他者贡献。责任，无论你过着怎样的刹那，即使有人讨厌你，只要没有迷失他者贡献这颗引导之心，那么你就不会迷失，而且做什么都可以。即使被讨厌自己的人讨厌着，也可以自由的生活。青年，只要自己心中有他者贡献这颗心，就一定能够有幸福相伴，有朋友相伴。责任，而且我们要像跳舞一样认真过好作为刹那的此时此刻，既不看过去，也不看未来，只需要过好每一个完结的刹那。没必要与谁竞争，也不需要目的地，只要跳着就一定会到达某一个地方。青年，到达谁都不知道的某个地方。责任，现实性的人生就是这样。我自己无论怎样回顾之前的人生，也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走到此时此刻。本以为在学习希腊哲学，但不知不觉间同时学习阿德勒心理学，就像现在这样，与你这位不可替代的朋友热烈交谈。这正是跳好每一个刹那的结果。对你而言的人生意义，在认真跳好此时此刻的时候，就会逐渐明确。青年，会明确吧？我相信先生，这人是的，请相信我。我常年与阿德勒思想为伴，逐渐发现了一件事情。青年，什么？那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很大，不应该说是我的力量无穷大。青年，怎么回事呢？也就是如果我改变，世界就会改变。
世界不是靠他人改变，而只能靠我来改变。在了解了阿德勒心理学的我的眼中，世界已经不是曾经的世界了。青年，如果我改变，世界也会改变。我之外的任何人都不会为我改变世界。这就类似于常年近视的人初次戴上眼镜时的冲击，原本模糊的视线轮廓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，就连颜色也鲜艳了许多，而且不是视野的一部分变得清晰，而是能够看到的一切世界都变得清晰起来。我想你如果能够有同样的体验，那一定会无比幸福。青年啊，我真遗憾，发自心底的遗憾。早上10年不，哪怕5年也好，真想早一些了解。如果5年前的自己就是以前的自己已经了解了阿德勒思想的话，这不对。你认为想要在10年前了解，那正是因为阿德勒思想影响了现在的你。谁也不知道10年前的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，你就应该现在听到这种思想。青年，是的，的确如此。再送给你一句阿德勒的话：必须有人开始，即使别人不合作，那也与你无关。我的意见就是这样，应该由你开始，不用去考虑别人是否合作。青年，我还不知道自己和自己所看到的世界是否会改变，但是我可以确信的说，此时此刻正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是的，那种光强烈到根本看不到明天之类的事情。我相信你已经喝了水，来吧，走在前面的年轻朋友，我们一起前进吧。青年，我也相信先生，一起前进吧。谢谢您这么长时间的指导，我也要谢谢你。青年，今后我一定还会再来拜访。作为一名无可替代的朋友，绝不会再提什么博导之类的事情。青年，哈哈哈，你终于露出年轻人应有的笑容了。好了，好吧，已经很晚了，让我们度过各自的夜晚，然后迎来新的早晨吧。青年慢慢系上鞋带，离开了哲人的家。什么时候开始下雪的呢？门外一片雪景，天空中的满月柔和着照着脚下的雪，多么清新的空气，多么的光芒。我踏着新下的雪，迈出了一步。青年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摸了摸短短的胡须，轻抚的自语道：世界很简单，人生也是一样。